如何培养发力感？做好以下5点，让你锻炼的时候事半功倍啊！点赞收藏。发力感对于力量训练的效果很重要啊。好的发力感并不代表好的效果，但是差的发力感更可能代表差的效果，甚至是没有效果啊。怎么培养发力感？怎么找到好的动作呢？第一个，使用固定器械啊。看一下什么是固定器械，就是一台一台的放在这边的啊，这个很好理解吧啊？这就是固定器械啊。每个固定器械都是在曾经上百次试验之后才设计出来的，所以适合大部分人群嘛，尤其是对于新手而言。自由重量可以靠很多不相干的肌群来代偿完成，不是说代偿不好啊，但如果你的目标肌群是某块特定的肌肉或者肌群，比方说我只想练我的二头肌，我只想练我的臀大肌的外侧，那么并不想让别的肌肉生长，那固定器械的发力感往往会更好一些啊。还有龙门架不算固定器械，它算自由器械啊。第二个啊，加强心理暗示啊，很多人发力感不足是因为他的肌肉量太少了。但如果你的肌肉量还行，但是发力感还不够明显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试一试心理暗示啊，怎么做？注意啊，不要用采取外在的关注，比方说把哑铃推起来，而是要用内在的关注，比方说我们的胸肌正在使劲，我的臀大肌正在发力，试试看，这个还蛮不错的啊。第三个啊，改变手掌的握法、脚掌的站姿，还有双手或者双脚的站距啊，很好理解。正手握、反手握啊，中立位，好，脚尖是向前还是外展？外展30度还是外展45度？还有我们的站距啊，是窄距呢，还是与肩同宽，还是1.5倍肩宽呢？每个人生理构造都不一样啊。同样的动作，别人觉得发力感很好了，我觉得还不行，觉得很差，觉得关节很疼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试啊。怎么试？第一试做动作的时候是否干净，发力感很好。第二个是关节是否难受啊。第三个是动作幅度是否够大，因为几乎所有的肌群都是大动作的幅度比小动作的幅度要好啊。要去试。第四个啊，就是要改变动作啊。几乎所有的肌肉所存在的功能都不一样啊。如果你连每种功能连5个动作都说不上来，那大脑里的动作库太少了，你们要去学习啊。那么举个例子啊，那么我想着重练肱三头肌的伸展啊，瘦8拜肉好不好？那么按道理说，那肱骨是吧？肱骨这里啊，处于肩胛骨的上方，发力感是最好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采用了什么哑铃头上臂屈伸啊。但是这个动作我每次做的，我觉得发力感就很奇怪。不舒服，感受不好啊。但是我换成了什么呢？绳索或者直杠下压之后呢，我的发力感就很强，我很舒服。所以说，适合自己的就最好的。改变动作啊。第5点啊，这个真的很有用啊。可以先去做一些发力感好的动作，但是不要做太多啊，保证你的肌肉此时是有略微的有泵感，略微的充血，但是不要太强烈啊。此时此刻你再去做发力感不太好的动作，如果此时感受你的肌肉比之前更酸胀了，我真的做不动了，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个发力感不太好的动作呢没有太大问题，可以继续做。之所以不在特别酸痛的时候去尝试，是因为做什么都会痛，就看不出来那个发力感较差动作到底管不管用了，好吗，同学们？祝大家都有好身材，下课。